好不好？等大家1分钟啊，准备一下工具。那么准备好了呢，我们倒墨汁。这个新倒的墨汁胶特别大，一会儿泼彩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啊，要格外小心啊。如果是这个瓶装的墨汁啊，你如果是盐的墨还好一些，瓶装的墨汁胶特别大，一会儿泼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啊。这个水小心把这个墨冲出很宽的一个边啊，一个边。陈默老师也在泼，是不是？最近大家都在玩泼彩啊。不泼都不行，看看，硬逼上梁山。哟，倒错了，我倒了个玄宗，哎呀，拿错了，你要拿这个伊德格的，破费了。好，试试玄宗怎么样吧？玄宗泼彩，可惜了哈。来吧，我们呢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那么首先呢，咱们这个泼彩和这个山水不一样啊。首先声明不一样，咱们不能像那么泼，因为山水它这个体面特别大，对吧？它那个山石。那么它泼的时候比较整，对吧？比较完整，而且墨在里边也可以说不是起到特别大的一个作用，它可能是一半的作用啊，一半的作用。一般呢是一半彩一半墨，对吧？那么咱们这个你看张大千泼的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和这种山水的泼彩还不大一样啊，还不大一样。泼的时候要冷静啊，咱们先把这个形给画出来，咱需要先画，还不能直接泼。直接泼，一个是我刚才说了胶比较大，咱们这个不需要用素墨啊，不要用素墨。好，那么我们先把它画出来啊，先把它画出来。准备一支大的提头笔，墨啊不要太浓啊，一开始呢淡一点比较好一些啊，千万别太浓了。太浓了，回头水一冲啊，把那个胶啊全冲开了。还记不记得我上次画月亮啊？月亮为什么最后变小了呢？就是因为那个胶刷背景的时候啊，那个水头太大，然后把那个胶给冲开了，然后就把月亮挤没了，是吧？我们差不多找好一个位置就可以开始，你可以从荷叶的边缘开始啊，从边缘开始，你也可以稍微给它喷湿一点也行啊。比如说我这一块面积比较大的一团墨，对吧？你给它拿喷壶稍微喷一下水也行啊，喷湿一点，少喷一点，别喷多了。啊，然后你按照它的这个形状，按照这个形状啊，按照这个形状来给它画出来。它这个荷叶它是有这种起伏，看到没有？它画的时候它有一点起伏啊，比如说它这个好像是荷叶的核心这个块，对吧？然后呢，它会有一些这种的边缘处啊，会有一些这样的起伏。那么画的时候，你就可以呢找一找这种感觉啊，找一找这种感觉，也可以浓泼淡，淡泼浓啊，这样的都可以。底下，比如说它底下有些地方比较重一些啊，你可以现在加，也可以呢，泼完之后再加也可以。有些估计得泼完之后再来增加它。然后按照这个荷叶的它的这种生长的一个方向，
快速的把这一滩墨啊给它画出来啊。你也可以先拿清水把整体这一片打湿。比如说，我找个小刷子啊，比如说底下对吧？那么轻轻的啊，小排刷呀，轻轻的刷湿啊，对吧？刷湿，你看它就往外冲，看到没有？这个已经开始边啊往外一直在往外扩散，就有这种泼出来的这种效果啊，其实也有，对吧？然后呢，这个边上啊，你想在底下呢比较暗一些，对不对？哎，底下呢我再来把这个层次给它画出来啊。首先我们淡墨也得有一定的层次，是不是？然后有的地方呢它可能会重一些啊，底下再重一点，我们继续加墨啊，继续加墨，让这个荷叶啊有这种起伏感。核心这一块可能在这儿，对吧？荷叶中间啊，阴的比较厉害啊，水一大，这个边冲的更厉害啊，所以一定要控制好啊，控制好。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画这个花啊，现在一画这个花，唰全冲过去了啊，一会儿呢就得吹风机啊，就得来用吹风机了，直接用吹风机啊。那比如说上面这些啊，我们其实是可以一次性啊，先把这些需要墨的地方啊给它铺出来，对吧？像墨的地方可以先给它铺出来啊。比如说像上方这又是一片这个荷叶，用剩的墨也行啊，素墨也行。比如说有的同学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见过那种有的泼彩泼出来里边都像那个泥沙一样，对不对？那个颜色啊都像泥沙一样，对吧？流淌的那种感觉，那个其实很简单啊，只需要加一点东西。有的呢是把这个颜色全调开，对吧？调成水全调开，拿个瓶装起来，放置好几天，让它成为一种脱胶的状态。那么泼出来呢，它是一个有颗粒状，特别明显，就像用的矿物色一样，对不对？那其实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啊，简单的方式，回头教给大家，只需要加一样我们熟悉的东西啊，加进去之后就能让它形成这种脱胶的一个效果啊。先卖个关子啊。上面比如上面呢，我也可以啊，上面颜色比较浅嘛，先用刷子啊，随意的刷一下，然后再来用这个大的斗笔，就是玩啊，今天就是玩了，今天就放开的玩，好吧？就是不断的就是浓破淡，淡破浓，是吧？水破墨，墨破色，色破墨，来回的折腾。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水，我墨上去之后，那就是什么？就是水破墨啊，墨破水。哎，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姿态。那么垂落下来啊，垂落下来。中间呢，可以稍微重一点，对吧？底下我是铺了一遍水，所以它里边啊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深浅变化，比较明显。如果是画写意画，我们通常会揉一揉笔，对吧？哎，揉一揉啊，把这个墨色给它揉进去。那么因为是泼墨，上面回头泼彩，上面回头有颜色啊，其实无所谓了，最终都会被盖住啊。没有加胶不加胶，加胶冲的更厉害啊！你看看这边已经冲出来多大个边了，我这还是都没敢上水呢，啊，都没敢一开始铺水，对不对？
如果是按照那种方法，一开始呢把水打湿，如果是熟宣的话，可以一开始铺水，然后呢再撞色进去。你看这个还没怎么画，这已经出来一个手指头宽的一个边了，是不是？你看这边更夸张啊，这边跑得更夸张。所以这个墨里边啊，它的胶啊比较大，这个倒的墨汁里边胶比较大，越是浓墨的地方胶越大。你比如说上面这些淡墨的地方，那么因为调开了嘛，所以它胶相对少一些，看到没有？它这个边哎跑的没有太多。那么这边因为墨色比较浓，那么这块的胶就比较大，因为墨色浓说明这个墨色咱们没有调开它，明白这个意思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很多同学搞不清楚这些，是不是？好了，那么接下来啊，其实这个里边啊，这些淡墨的地方也能给它，现在也可以把它画出来。因为张大千这个是整个啊都铺好之后，这个荷花是最后用很厚的红色覆盖啊，覆盖住这个墨色淡墨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画啊。那么呢，我们墨色一定要淡啊，这个里边的墨色一定要淡了啊，不能太重。所以呢，我们最好这个碟子换一个碟子啊，换一个碟子，哎，整点淡墨，不要在一个碟子里用了，淡一点啊，墨色。好，开始啊，那后面呢，它是也有荷叶，对吧？无论它长什么样，大致呢就得知道，你就按照咱们写意画的这种用笔啊，点写揉，把一片啊这种浅的荷叶的这种感觉啊，给它找出来，以这个地方为荷叶的中心，以这个花的地方啊为荷叶的中心，对吧？然后里边淡一些，那么回头颜色覆盖它好覆盖一些啊。那么来一片啊比较漂亮的这个淡墨色啊，你看看，那么这个注意用笔的时候啊，揉啊、搓啊、点啊都上啊，都上。哎，画出来一片比较好看的淡墨，对不对？比较漂亮的淡墨色。好了，然后旁边啊，到时候呢，大家就放心了啊，旁边直接泼彩泼色就行了啊，空白的地方直接上颜色啊，空白的地方直接上色就行了，不用留啊，墨色比较淡，回头直接是用颜色给它覆盖啊，直接是用这个红色回头给它覆盖住就行了。对，用的卡纸。好，我先上吹风机啊，赶紧把它吹干，否则的话啊不好往下进行啊。好，上吹风机了，我把声音关一下。
好，差不多了啊。微微潮湿，微微潮湿，画的太快了，还行吧。这个画其实说实话，这个画也没什么难度，对不对？这个画呀，其实你要说画的话，它是没有啥难度啊，主要是不好泼，而它泼的比较随意，想泼的跟它一样呢，是有点难度，啊。咱们先泼，一会儿呢，因为每一步都很难干啊，得等它干，比较烦。而且泼了彩之后，吹风机还不能轻易的去吹它，墨还能吹一吹啊，颜色泼上去了都不敢吹它了，不敢让它乱淌，对吧？我们三绿啊，三绿，起三绿色，我用的就是生的哈，生宣，起三绿。一会儿有时间我用熟宣呢再泼一个啊，再熟宣再泼一个，一会儿等它干的过程当中，好吧，泼着玩嘛。哎，准备2盆，准备2个盆啊，忘了提醒大家了，准备2盆，大家卖个关子啊，这个水。墨是泼的，墨是拿毛笔画的啊。来2盆啊。那么有一盆多一点呢，有一盆少一点啊。比如说这盆少一点，你再加点水。那么刚才说了啊，如果你想快速的让这个颜料脱胶，形成一种脱胶的状态呢，你就往里边加一点咱们用到的矾水，就之前画梅花鹿用的啊，用到的矾水。那么之前的那个后来干了啊，之前这是画梅花鹿用的那个啊，干了之后，它那个又形成了这个结晶，矾的结晶，矾呢是一种晶体，对吧？形成一种结晶，然后直接加了水啊，泡开了，然后还能用，还能用。你往这个里边倒一点呢，马上这个颜料它就变成了一种脱胶的一个状态了。马上看看，马上就脱胶了啊，很神奇，是不是？你看，马上就脱胶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呢，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这个就像是什么，像是放了好久一样啊。这个呢还比较黏糊，哎，看到没有？所以你只需要加一点这个矾水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啊，少加一点啊。那么往里边泼啊，那么就是泼了，没有什么技巧啊，没有什么技巧。那么它就是一种脱胶的一个感觉啊。然后拿个清水笔啊，稍微的旁边啊引一引，不然的话这一块形成一块那个颜色疙瘩了，对吧？一块颜色疙瘩它也不好看，让它有意无意的啊，有意无意的，就跟这个画里边张大千画的这种啊。然后稍微的流淌，让它流淌一下。你看这个加了这个矾水之后，它淌出来的，你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啊？淌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感觉？一种脱胶的状态啊，一种脱胶的状态非常明显，是不是？
那么这种脱胶的状态就非常明显啊。这个如果是在这个熟宣纸上画一些肌理，那特别漂亮，看到没有？就马上形成这种脱胶的这种感觉了，是吧？好了，那么准备了2盆，对吧？上面这个呢，不能让它有这种脱胶的感觉啊，所以我们用另外一盆，2盆别搞混了啊，很容易搞混了。我刚才就差点搞混了。所以有好多这个抖音里边，我看好多直播间里说是他不告诉别人是他用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吧？他说就是什么1号液体，他专门卖这个水，包装好啊，1号液体，你想要出现这样的这个效果啊，你就拍1号液体啊，就让人家买东西啊。我今天免费给大家揭露了啊，揭露了，回头让同行给封杀了就不好了。然后这边我们泼一点没有的啊，泼一点这种不脱胶的，我们对比一下，好吧？对比一下，你就按照它这个位置嘛，你就按照它那个位置泼就行了啊。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对吧？为什么用矾呢？因为你知道以前呢，有时候净化那个自来净化水，比如水比较浑浊，要把它净化出来，把脏东西净化出来，它就是加了矾进去，对不对？就往里边加点矾，是不是？你看什么农村里边啊，这个水质比较差，有些地方你也可以呢，稍稍打湿一下啊，稍稍打湿一下，然后往里边泼一点，对吧？泼一点，也让它流淌一下，流淌一下啊，横着、侧着，对吧？流淌流淌。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两边对比一下就很明显啊，很明显。一种是这种颗粒比较明显的这种色块，这个颜色，对吧？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脱胶的啊，脱胶的这种状态了，对吧？那么这种呢，它还是一种能够粘在一块啊，能够粘一块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就是今天听到了就是赚到了啊！今天这个是不是揭秘的太早啊？这一块你听到了就是赚到了啊，否则还得去买那个神奇的液体。好，那么继续，那么这上面呢，可以趁着现在啊，在旁边呢再泼点这个什么，泼点石青，对吧？没有石青的话，用那个什么啊，用钛青蓝就可以啊，什么钛青蓝、湖蓝这样的，你随便你看一看哪个颜色接近，这个太浅，pass 掉，对吧？群青这个好像比较接近一些，是不是？贼蓝，矾到哪里买？矾哪儿都有卖的，老师的购物车里就有啊，去找去。这个呢就有点深啊，有点深了，所以我决定啊，俩对一块用吧，对一块用啊。干了之后这墨啊有比较浅啊，回头我们最后把这些泼完之后再来加它，现在不要加，多挤点。
可以自己买点那种袋装的那种矾啊，然后呢自己泡一下就行了，用多少泡多少，少泡一点，不需要太多啊。这些东西都用的特别少，你看我就点了1滴进去啊，它就特别明显了。点多了也不需要点太多，点太多它那个你那个矾啊，如果泡的呢不是特别浓啊，比较稀，那么它这个就冲出来这个缝隙不是特别大。哎，如果你那个矾呢特别浓，然后倒进去之后，那么它那个吸附力就特别强啊，它与水溶解之后啊，它就把这个颜料啊都给它吸附过来了，所以中间呢都是空的，形成了这种像冰裂纹似的这种感觉啊。因为这个有没有化学老师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矾它与水溶一块，好像会产生一种啊叫什么氢氧化铝，形成这种胶体，然后呢它具有吸附能力，就把颜料都吸到一块去了。那么中间那么它就不饱和了嘛，对吧？不饱和它就会形成这种裂缝啊，形成这种裂缝。对呀，颗粒状的需要泡开使用啊，我这也是买的颗粒状的自己泡的啊，我不是买的现成的自己泡的。会泡你就自己泡，对吧？这个就很简单啊，你就把它泡开就行了。你第二天用，头天晚上给它泡开啊，头天晚上泡一晚上。然后呢，与这些让这个绿和蓝有些地方得让它融到一块去，需要人为的给它融合一下，比较做作一点啊，对吧？需要人为的给它融一起，它还不像泼山水啊，山水的话，咵一下三绿整体泼这边，然后一倾倒啊，一倒，整个是绿的，也很好看，对不对？这个还得把后面的墨色还得给它留出来，所以比较麻烦。有滴了一滴。好，再拿清水笔啊，稍微的给它过渡一下，哎，让这个蓝和绿啊能够融合，有一部分呢融合到一块儿。有些地方只能靠手啊这么去点它，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去泼啊，所以这个泼彩这个泼字比较坑人啊，具有一种欺骗性，我就觉得这个泼字用的啊，除非是很大的纸啊，它会泼一下，像我们这都是轻轻的啊，小心翼翼的。卡吗？对，不是自由的泼。你如果是创作的话，你可以自由的泼，你先泼出来，然后根据那个形状想画啥画啥。但咱们这个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范例了，所以没办法自由啊，自由不起来呀。我只能尽量的自由一点，好吗？然后给它立起来，斜着，先竖着，然后倾倒啊，朝着这个荷叶的一个方向，让它有一点这意思就行了，然后稍微给它牵引一下啊，需要用毛笔稍微做一点牵引，给它引过来，还可以来点，直接再来点
这个三青啊，三青色，我这几种全泼一块算了啊，泼一块得了，一遍一遍的特别麻烦，不然的话，泼完一种颜色吹干，吹干之后再泼另外一种颜色再吹干。生宣有一点好是什么？我们直接让它撞一块去也行。好，来一点三青，有些地方需要亮一点，对吧？需要亮一点，我们往这个里边呢，给它点进去一些。少点一点啊，少点一点。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然后呢，我们把边缘呢，边缘需要重墨的地方啊，这墨色不够，对吧？边缘需要重墨的地方，我们给它加重一点。主要还是让它有荷叶的感觉，这个是最重要的，明白吧？它再怎么泼啊，你必须得让它有荷叶的感觉。就像泼山水，再怎么泼，你必须得让它有这种山体啊，能够像是一个山体的感觉。所以，那么像这样的怎么像荷叶呢？只能是靠这个边缘了啊。外形长得像，那么它就像；外形不像，那么它就怎么也不像。我们趁着半干。把这个墨色啊给加重的地方，边缘的地方啊，是吧？加重一点呢，这个墨色一重了之后啊，它就比较有精神啊。这个亮的地方也显得比较亮一些，显得比较亮。哎，特别这一块，现在跑墨跑的厉害啊，阴的厉害，对吧？我们稍微给它修饰一下，修整一点。中间像是一个荷叶的中心啊，中间这种你们这镜头底下都看不出来这一块了，你看中间呢，让它感觉像是一个荷叶的中心啊，两边缘处再给它加重一点。加重一点啊。好了，第一遍呢，咱们大概啊就泼这么多吧，大概泼这么多啊。比如说下面这块啊，如果还想泼一点，可以泼一点三绿，再泼一点点。让它稍微流淌一下啊。干了之后啊，等墨干了之后，我们可以用三绿把这些地方统一的染一下啊，淡墨染一下。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把上面的啊，上面这一块给它稍微泼一泼啊，稍微泼一泼。然后根据需要啊，有些地方可以加重。
那么这张画那其实就是一个色彩对比特别的强烈，对吧？特别强烈啊，深的、黑的与亮的有这种明显的对比，所以墨啊，该黑的一定要黑，对吧？墨色啊，该重的一定要重。然后呢，这个颜色啊，这个三绿、三青这些颜色该亮的一定要亮起来。那么只能说是狠狠的啊，狠狠的用色啊，狠狠的用色。上面它几乎呢就是可以直接拿这个颜色啊稍微覆盖一下就可以了，拿刷子刷一刷，对吧？刷一下，泼不泼的其实都不重要了啊，把氛围先要烘托出来。然后，哎，比较亮的地方再泼一泼啊，再泼一下。泼完用清水稍微的熨一下，然后给它引出一条路来，让它好流淌，好流动。上面也是啊，上面呢，我们接着呢，哎，就用这个蓝色，老师用的群青啊，你可以用钛青蓝，或者是头青。稍微的这样啊，给它晕开就可以了。泼彩，泼彩最好是穿个工作服啊，有工作服穿个工作服。哎，自然的过渡一下啊，让这一块，如果你想要那种肌理怎么办呢？拿支毛笔啊，把这个反水沾一点反水啊，拿着毛笔沾点反水，稍微往里边点一点，啊，稍微点一点也行，得让它淌一下啊。它反水到所达之处，那么那一块呢都是这个肌理效果的感觉啊，都会有。啊，看这一块啊，看上面这块的这个三绿啊，三绿是吧？这三绿的这种感觉就比较明显嘛，就比较明显。那么有些重的地方，我不想让它有这种效果啊，这种效果完全太多也不好，对吧？太多也不好，那怎么办？中间部分啊，它的某一端，可以不加反水，不加反水，那么它画出来泼出来，它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对吧？我这一块啊，我让它有反水的和没有反水的有一个自然的融合。
它就像一个圆头一样，对吧？就像一个圆头一样，往上面去，往下面去都可以啊。哎，是不是？然后稍微做一些修饰啊，明白吧？这种感觉啊，是不是很简单？不需要很饱和啊，你调的越浓，它这个效果越明显啊。调的如果比较稀的话，就比较淡的话，它那个其实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啊，非常细腻，那种感觉也挺好的。好了，那我们继续啊，继续，我看看这块干没干啊？这块干没干？你看这个水不能不断的冲，不断的冲啊，一直往里边冲水的话，这个墨色浓墨的地方它会往外跑啊，它会往外跑，跑到最后这个边跑得特别大，那么不利于我们画这个荷花，所以呢，一开始一定要注意啊。第一遍暂时这样啊，暂时这样，等它完全干了之后，第二遍再可以整体的照一遍啊，泼一点淡淡的这个什么蓝啊绿啊，对吧？那比如说底下这些地方啊，也可以稍微泼一下啊。第一遍呢，我们不要搞得太厉害了，我害怕这个受不了。比如说像这个附近啊，这个附近的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完全都可以，现在啊给它烘托一下都可以啊。我们把这个荷杆，我看把荷杆先给画了啊。荷杆呢是一个墨色的，对吧？画完之后，我们把这个画扔一边啊，扔一边，我们再来一张这个熟宣纸，熟宣纸我们再画一个，再泼一个熟宣的，等它自己先干一会儿啊，先懒得管它了。啊，这个荷杆啊，到这儿。好啊，很快就画完了。其实这张画啊，这张画的特别快，要真画起来，直接把荷花画了也行，把荷花画了吧。荷花呢，用比较红的、比较红的这个朱砂加曙红啊，朱砂加曙红。我先把荷花画了啊，等它干了之后再来勾这个。准备这个了吗？准备金色了没有？哎，用这个金色啊，金色调藤黄来勾它的这个外轮廓。这注定是一张费颜料的画。今天应该可以画2张吧？这个很快就霍霍完了，对吧？就是一顿造。
你要自己泼啊，更痛快啊，这样其实很拘谨。泼彩，你要自己泼完，自己心里边有一个大概的，或者你看某一张图片，对吧？心里有个大概的形象，夸一泼，泼完之后慢慢收拾，然后慢慢动脑筋，慢慢的发挥一些想象力啊，这样更好一些。因为金色太暗了，不加藤黄它不亮，知道吧？金色特别暗，黄金并不是闪闪发光的。朱砂加一点曙红啊，朱砂里面加一点曙红，朱砂为主，曙红少一些，感觉不太够。这个颜色一定要厚。案例不是我亲自泼的啊。哎呀，我最烦泼彩了，其实我就说了吗？被逼上梁山吗？为啥不喜欢泼彩呢？是有缘故的啊。我以前呢，大学有个老师，你知道吧？然后我在他画室呢，没事呢，我跟他关系比较好，没事我就在他画室给他帮忙。他天天画画，我就当个小书童，哎，在旁边研个墨啊，裁个纸啊，泡个茶，倒个水啊，就干这些活啊。好处是啥呢？他天天画画，画的可多了，能一直看他画画，这是好处。那坏处是啥呢？特别的不修边幅啊，画画弄得可乱了，我就得打扫卫生，我得帮他收拾收拾啊。他造完了，我得给他收拾，你知道吧？这都是付出代价的。他一顿造痛快了啊，最后呢，我得给他收拾。然后他有时候他就画一些特别大的这种画啊，都需要泼。特别大的什么丈二的都4-5米长，对不对？必须他都是喝醉了之后再画，清醒的时候他不敢画，太大了。喝醉了之后先一顿泼，泼完之后第二天酒醒了再来慢慢的收拾。哎呦，所以他还特别喜欢画那种大画，我感觉是不是特别解压，你知道？所以他是很爽啊，他爽了。最后呢，我得给他慢慢的收拾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不从那会儿开始我就讨厌，特别害怕弄得乱糟糟的。一定要厚啊，这个浅了就盖不住，对吧？浅了就盖不住啊。你也去，他那儿现在不缺人了，以前现在给他当书童的人特别多了，以前比较少的时候，就我啊，还有我一个师兄啊，我俩。他每次泼他都是他有时候喝多了啊，酒往上一洒，夸夸一顿造就开始了。哎呀，所以你们现在好多同学还不愿意看，对不对？让老师画画还不愿意看，对吧？
这回放才318都不愿意买。你知道看人画画啊，你看人画画是进步啊最好的一个途径了，学习最好的一个途径。那我当年为啥呀？我为啥那么欠呀，跑去给人当书童啊？不就是让偷学一点吗？你只有在他身边才能学到的很多，你光靠上课那一小伙学不到啥，对不对？那一个班那不能只教你一个人呢。所以我学到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一些技法。你就问问其他的啊，问问但凡是比如说无论他跟的哪个名家啊，不是他的书童，都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有当他的书童才能学到，才能看到他画一张完全的作品，对吧？才能学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技术啊。金墨水用的这个什么，就是用的泥金的这个颜料就行了。金墨水是啥？我也没用过。莲蓬的位置啊，稍稍给它留一点啊，留一点。那颜色比较厚啊，那是比较好画的，不需要注意什么深浅变化，什么也不需要，平涂就完了啊，平涂就完了。最后是通过这个描金来分出它的这个花瓣。丙烯的金色也可以啊。还有丙烯呢，材料挺齐全的，你们。所以老师学来这些技法不容易的，那也是吃了苦的，对不对？不过老师对我们挺好，每月还给钱我们花，还有工资呢。然后画一画，马上这个画面效果就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啊，张大千这个东西啊，其实还比较的俗气，我感觉啊，老百姓喜欢啊，红啊金啊，黑红金啊，我说过黑红金呢是一组固定搭配，明白吧？一种特别这个富贵的啊高贵的一组这个颜色啊，帝王的颜色，黑红金。呀，这个杆好像画错位置了啊。
这是这个正大光明电用的颜色，对不对？不留也行，回头直接勾也行啊，没有必要非得留啊，不是非得留。你看看这个红色一上，这个效果出来了啊，无论你这个彩泼的怎么样，它都好看。所以其实泼彩它难吗？不是特别难啊，无论怎么样，它都好看。好了，那个花骨朵呢，我就大胆的画了，里边的小的先不用分啊，先不用分，我都直接一勾啊，一勾就完事儿了。再挤点朱砂。泼彩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泼的形状啊，不是特别的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其实还是画的这个形象一定要很重要，对不对？它其实是一半抽象，一半具体，对吧？然后呢，让这个抽象的部分结合具体的部分更加具体，就是这个意思。比如一大块的这种青绿啊，一大块的一大块的这个绿色，它是什么不重要啊，就看你添加什么东西了啊。你添加点树，添加点这个山石，它就是一个山水画；添加点别的，像这样泼彩，添加点荷花，它就是一个花鸟画，对吧？那么它的其实就根据你所画的这个物象是比较重要的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先放一边啊，放一边，差不多，看效果就快出来了。等它干了，把这一勾，把后面一染，一烘托，这个氛围就有了，已经就有了，不难，这东西就不难。给它收放一边啊，我们再来一个，哎呦，湿了之后这个卡纸都变软了。那再来一张，哎呀，心疼几秒钟我的小卡纸啊，我这小卡纸。那么我再画一张小一点的，还是这个构图啊，还是这个案例，好吧？还是这个案例，我们来泼一个这个啊，泼着玩嘛，今天就是啊，就当玩了。首先我们用清水啊给它打湿，好吧？首先用清水打湿啊。太浓艳了，就是这样的啊。张大千这画你要看过，你看现场就是这样啊。为什么太浓艳？他为啥泼彩呀？是因为他视力不行了，他51岁之后，他眼睛出毛病了，明白吧？看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所以开始了泼墨啊，泼彩。那么这个泼彩这玩意儿是从哪开始的呢？从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那会儿有个泼彩的人叫王洽啊，王洽，酒一喝了，拿那个头发蘸墨汁，把它在这个纸上一顿蹭，那个时候就有泼彩，是不是？那时候泼墨，那时候叫泼墨，光泼墨那会儿啊，就这么来的。那么我们先用这个刷子刷清水啊，刷点清水，刷出这个荷叶的形状来。你看这个场景是不是像这个场景是不是像之前这个周星驰啊星爷拍的那个
唐伯虎那个电影里面，对吧？夸夸一顿画，一幅山水画画好了啊，其实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好，我看看啊，不要太湿啊，也不用太湿。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墨点入进去就可以了，点入进去啊。先呢用墨，这个墨呢也不用太浓，别弄得太浓了，淡墨。哎，一点它就晕开了，看到没有？我从这个核心的地方，让它自然而然的淌开啊，向四周啊扩散。淌一下。反正就是玩嘛，刷的是清水啊，刷的是清水，就让它淌下来，淌下来，流淌过来。哎呦，纸巾呢？你比如宋代的啊，这宋代那个谁呀、宋代这个我们知道法常对吧？法常他画的那些也类似于泼墨啊。还有谁啊？那个叫什么来着？画泼墨仙人图的啊，那个泼墨仙人图，诶，叫啥来着？突然一下忘了。那也就是泼墨对吧？那是鼻祖啊，那都是鼻祖，那都是画泼墨的对吧？所以泼墨其实由来已久，由来已久。对对对，梁楷，梁楷，到嘴边忘了。好，那么上面这底下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再往上把上面这块也泼出来，也泼出来啊。这个主要回头啊，我们主要是需要靠这个颜色啊，靠颜色。你也可以把底下，你也可以选择让底下呢，算了，就上面重一点吧。泼完之后慢慢调整啊，慢慢调整。上面也是啊，上面大概它可能就是个残荷嘛，残荷我想啊，它可能就是这个形状啊，到时候我可以给它变出一个具体的形状来，它现在这个形状不是特别具体。如果咱们是熟宣啊，我最后会把它改成一张兼泼带弓的一张这种类似于墨骨或者工笔风格的作品啊。但今天不一定能完成了。
不应该用这个指环，应该用那个66的，直接凑成荷花的调平了。这个是书卷啊，这是书卷。对，今天这个差不多吧，类似于创作吧。一张临摹，一张创作啊。一张临摹呢，一张这个变体临摹啊，一张纯临摹的，一张变体临摹的，大概就是这意思。你看底下我给它加重一点。算了，不加了，先这样啊，这个底下先这样。我也没有构思好，我也是边画边构思，一步一步的啊，边画边构思，画一步，然后根据这一步的情况啊，往下想下一步。之前也并没有什么计划，有个大概的初步的想法，只是创作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种小幅创作。就是通常都是这种啊即兴的发挥，忘关声音了是吧？我吓一跳。好，吹好了啊，吹好，我们一会儿泼颜色了。那么底下呢，大概啊，咱们不泼这么暗了啊。这个原画呢，这个特别的暗，对不对？咱们稍微给它泼的亮一点，好吧？
稍微泼亮一点啊。大概呢可以想一个色调啊，大概想一个色调，比如蓝的为主，或者是绿的为主都可以啊。或者底下是蓝的为主，上面绿的为主，这样也可以，还是和它那个基调差不多，稍微变一点点啊，稍微变一点。这个可以用，是不是可以用三清啊？我觉得可以用三清了，咱直接用三清吧。颜色有点三清吧。哎，三清色。先看一看啊，先看一看，三清色行不行？因为我也不知道啊，我其实是第一次这样画。第一次先泼，加一点点，我分出一点啊，分出一点来，碟子一定得多啊，分出一点来啊，加一点反水，从边缘我给它泼进去，来一点就可以了啊。好像不是特别够啊，不够，不够再来。好，我从这个荷叶的边缘啊这块感觉好像有点多了，吸一点走吧。回收一点啊，回收一点。错了，先拿清水把这块喷，把这块呢刷湿啊。你想让流淌的这个面积，先给它弄湿了。哎，就是这个感觉啊，就是这个小感觉，像不像那个荷叶啊？有的残破了之后都露着那个茎，对不对啊？露着那个经纬线那个茎啊，那个叶茎啊，不是经纬线啊，露着那个叶茎。有的荷叶残破了之后，是不是？那么我大概就画一片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能不能成功？其实我也
没什么把握啊。但是好在这个熟宣纸它后期它能慢慢的修改，对吧？其实最后还是什么贵在收拾啊，最后的一个收拾环节还是很重要的。让它一头重一头浅，哎，一头重一头浅，就是这样啊，一头重一头浅，往里再倒。一头呢颜色特别饱满，一头的颜色啊特别的少，少的这一头后期可以做文章啊，可以做一些文章，往里边可以加一些赭石、绿这样的颜色啊，勾一勾。因为残荷的颜色很丰富嘛，大致呢又是一个残荷的感觉啊。最近老跟残荷杠上了。像不像这个往下翻过来啊，往下盖着的这个感觉了啊？目前呢，好像这个跟原画又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创作是跟着实际情况走，你不能跟着原画的那么去走了。我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走了，最后是吧？我这个拉近一点啊，来看看。感受一下。好，比如里边啊，可以有一些什么颜色呢？赭石色，或者直接是焦茶色也行啊，焦茶也行，整个焦茶吧。赭石都快用完了，呀，焦茶有点深啊，还是来点赭石啊。反正今天就是弄着玩了啊，各位同学啊，没画好别介意啊。
像这个荷叶干了之后，其实如果觉得颜色有点透啊，有点透，可以再照染一遍，把这个蓝色啊再照染一遍就可以了。啊，这样的细节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啊，慢慢的处理它，也不一定非得着急现在处理啊，咱干了之后再弄它啊。我现在把上面那一块啊，上面这一块呢给它处理一下，上面这一块大概想一下是个什么样。三清，右上角做肌理效果是吧？还可以撞水，这个水已经够多的了啊，不用撞了，撞水都快淹了。还是啊，先用刷子引一下这一块，它有一点像一个荷叶翻过来的感觉啊。这块是或者是一个背面，或者是一个正面的感觉，就把这块刷一下啊，把这块刷一下水，刷完水之后，还是用这个三清啊，也可以先从荷叶的边缘。应该等这边干了再画那边啊，不然的话，这一倒方向又冲突了。等底下稍微干一干，我们再画上面。水头太大，给它泼掉算了。不然干不了。好，我们先放旁边啊，先放旁边等它干。这个一定是要平躺着放啊，我看了一下颜色可能少了一些，回头再还得泼一遍，不够厚。有点通透了，去洗洗吧。我们今天主要是完成这一张啊，完成这一张。那一张呢是给大家看一下这种肌理，对吧？加了1号水和没有加1号水的区别。差不多干了啊。然后呢，可以先勾啊，也可以先把旁边的啊这个氛围啊都给它烘托一下。哎，淡淡的这个三绿色。
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这片覆盖的时候，离荷花稍微远一点啊，稍微远一点。底下啊，太青蓝或者是这个叫什么？我刚才用的是什么蓝？群青啊，我用的是群青，用太青蓝或者群青都可以。那么它这个片荷叶啊，里边有些地方啊，可以稍微要破一破它，稍微破一破啊。各种颜色啊，大胆往上上，大胆往上，底下你还可以来点那个什么嘛，赭石啊，我忘了赭石的事了。赭石破出来也好看啊，有底下一个暗面的感觉，哎，你破一点赭石就可以了啊。破一点赭石进去。点一点墨，赭石附近点点墨啊，趁势点一点墨进去。反正呢，就是来来回回的调整啊，调整。用喷壶可以是可以啊，用喷壶也行。用喷壶喷了之后水头会有点大，因为这个卡纸它已经虽然是个卡纸，也不大能经得起折腾啊，因为它生宣嘛，生宣卡纸。你看一下这一块的肌理啊，这块的肌理，然后不是特别，能看见不？灯光下有点反光，是不是？啊，大概等会干了再看，大概和这一块差不多啊，和这一块差不多的感觉。反正就是学习啊，学习这个以学习技法为主啊，咱们就是吧。学完之后，至于怎么运用，那是大家的事情了。老师负责把这个技法教给你们啊，把这些材料的运用用法教给大家。好，勾一下这个啊，勾一下这个。里边莲蓬啊，莲蓬用这个头绿，
头绿或者是3绿都可以啊，头绿直接用这个3绿也行。先画出来，用这个3绿先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干了之后，用墨勾一下莲蓬籽就好了啊。这个也处理的比较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了。那么下面我们来调一下这个藤黄和泥金啊，用这个泥金呢，还是喜欢上次那个是吧？你看这个也挺好看啊，基本上效果就出来了啊，基本上效果出来了。这种玩意儿呢，就跟你说哈，就不能就说了啊，技法这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为啥有的画家不敢让别人看他画画呢？画拿出来呈现出来很潇洒，是不是？给人感觉特别潇洒洒脱。那画画的过程也是很漫长，一点一点的弄，一点一点的弄，知道吧？所以看看，所以好多画家他不让人看啊，不让人看，看了就没有神秘感了。这东西公开之后就没有神秘感，不公开你觉得特神秘。哎呦，你觉得怎么画出来的？是不是？这奇了怪了，都是人，为啥人家能画成这样啊？讲顺序没有什么顺序，顺序就是先没看吗？画半天了没看吗？先用墨啊，先画墨，先泼墨，再泼彩，再来收拾细节啊，勾一勾，点一点，浓一点啊，也是特别浓一点，甚至可以加点白进去啊，加点白进去。因为其实你看这个张大千他也就是泼成这个差不多这个样，对吧？他眼睛也看不清。迷津这个颜色啊比较的金色，你看它没有藤黄亮啊，没有藤黄亮，所以加一点藤黄更亮一些。你如果不加也行，不想加也可以。反正加了之后它是怎么样？加了之后它虽说亮一些，但是不可能像完全的泥金那样啊，金光闪闪的是不可能。你能直接用金墨，这有啥不能用的呢？都可以啊，因为我也没用过金墨，我不知道金墨画出来啥样啊。线勾粗一点没关系啊，因为蘸的颜色比较浓，所以线条啊勾粗一点不怕。先勾外轮廓，好吧，咱们先勾外轮廓，因为里边这个其实它比较要稍微浅一点啊，我们先勾外轮廓。
来一点，一定要浓一点啊，别太淡了，太淡了不显不出来。袖子蹭到墨了没有啊？我悬着腕呢，悬腕勾的。注意这个钉头鼠尾啊，用线有一点钉头鼠尾的这种意味。还要画一点花瓣的转折，这种翻转。这张画你就往这个浓墨重彩里画，往浓墨重彩里画啊就可以了。好，然后再来勾里边的啊，勾里边的花丝。那么这个呢，它是一般啊，它是几根直线，直线的里边，又是这种曲线，是吧？比如说可以先画几根直的。这个就不要画太重了啊。就那么去画就可以了啊。通常只有这个背面才有，正面是没有的。
稍微勾一勾。好，要么这个啊勾完了啊，上面还有一个小花骨朵啊。有这种比较红的荷花啊，有啊，有比较红的，但不可能是，但这么红没有啊，肯定会有一些夸张嘛。太远了，看不清，放电脑上看特别清楚啊。这我把这个拉大一点啊。我都看回放啊，看回放。来，那画这个啊，这个需要把这花瓣勾一勾啊，因为这个花瓣咱们没有勾出来，对吧？底下有个小花瓣啊，给它勾出来。钉头鼠尾的感觉啊，比较强烈，看到没有？钉头鼠尾的感觉非常强烈。而里边的花丝呢，它是这样啊，比如说一根直线的，然后里边呢是这种弯弯曲曲的啊。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真实的花瓣啊，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你看那个宋画里边有个出水芙蓉图，那个里边就交代的特别清晰，它其实就是这么勾的啊。看到没有？张大千呢，他这个作品他受什么影响呢？他受敦煌壁画的影响特别多。
对吧？他在敦煌那些年啊，敦煌壁画的一些设色啊，以及这种浓厚的这种感觉，壁画的感觉对他这个比较影响比较大。为什么泼彩呢？为什么泼彩？你想想，基本上都是时青时绿，那基本上都是这种颜色啊，还有什么赭石啊，都是敦煌壁画里边特别常用到的一些颜色，对吧？所以对它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这种颜色的，因为壁画呢，它颜色是比较厚的啊，不像咱们的钱匠啊，一般的这种写意。然后又在欧洲待那么长时间，受到这些影响啊，最后让他选择了泼墨、泼彩。没看到前面可以点击咱们1号链接啊，购物车小黄车1号链接的这个课程回放啊，咱们的所直播的这个内容啊，全部在这个课程回放里面。哎，随便搞一搞，很漂亮了，对不对？然后把这些什么草啊，干了没有？有点阴，等它干了之后再勾也行啊。回头再泼一点别的啊，泼一点。那么这个里边啊还没干啊，干了之后啊，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调不调的都可以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啊。有的地方觉得这个三青不够啊，不是三青，这个群青，我用的是群青，觉得群青不够，可以再泼一点。加水泼不出来啊。这个是比较主体的一个颜色，基本上像这种颜色的用法和画青绿山水的这种程序步骤差不多啊。你画青绿山水，你底下先是什么由浅到重，对吧？什么赭石，完了呢三绿，完了之后才是三青啊，头青，越来越重，对吧？画这个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可以有些地方撞一点啊，撞一点进去。
那么还有地方可以撞一点浅的进去啊，比较浅一点的颜色，干了之后就像蒙了一层这个纱一样啊，一层雾蒙蒙、水蒙蒙的这种感觉啊。像这样啊，比较浅一点的颜色，所以其实是可以等整体所有的全部干了之后，给它喷湿，喷完湿了之后，用特别淡的这种三青啊、三绿啊，稍微有地方给它点一点进去。那么就有了明显的这种深浅的一个对比啊，同时还有一点这种中间色啊，自然的过渡下来，由浓到淡，那么它这个效果啊会更自然一些，更自然一点。啊，里边啊这个莲蓬里边呢勾一点墨啊，勾一点墨，把莲蓬籽给勾出来，勾一点墨色进去啊。哎呀，这个弄得脏兮兮的，你看看。收拾都得收拾半天，这些盘子都得刷半天啊，颜色那么厚。小莲蓬籽儿，小莲蓬籽儿。好，我把声音关了，我把这吹一下啊，把这块吹一下，跑沫了。好，哎，喷它一下，它就显得自然一些啊，不喷它一下有点刻意的感觉了，是不是？其实这些地方都得吹干啊，吹干这个颜色就特别整。我再吹一会儿吧。这个花蕊给勾一勾啊，还是这个金色、金黄色，还是这个金黄色啊。你说这个画其实并不难，对不对？并不难啊，难度并不大。
先把丝勾一下啊，这个太粗了，蘸的颜色多，然后呢特别的粗，刮一刮，刮一刮啊，瘦身，刮一刮。然后呢，先把这个丝儿啊给它勾出来，都勾不动，太浓。不明显就加点白进去啊，如果不明显，我们加点白进去。加点白。好，差不多了啊。好，可以了啊，可以了。这个你就平时画着玩就行啊，别把这个当成主业了。当成主业也行啊，要能泼好也很厉害，是吧？我点一点这个上面的刺儿。这玩意儿你要泼呀，你就是真的是10几20张一起泼啊，否则那个干等的时间太长了。简单，今天这个玩意儿太简单了，没啥内容。好，收工了，是不是？收工了，还挺漂亮啊，泼完还行，是不是啊？还可以。然后这一块荷花附近这一块啊，刚才画保守了，对吧？这个荷花太干净了，你看原画这个荷花底下有墨啊，它有这个墨色，稍微脏一点，这个荷花其实它的厚重感会更好一些啊，出淤泥而不染嘛。所以其实一开始啊，这一块大胆的把这个墨淡墨全铺满，对吧？
全铺满之后，再来覆盖这个荷花，你看这个角这一块啊，这一块你看这个颜色就重一点就好看一些，看到没有？就好看一些，因为这个荷叶这一块刚才画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害怕这个墨色啊，把荷花给遮挡住了，你就大胆的用淡墨给它盖住啊，一定盖住，然后用这个朱砂调曙红的这个颜色啊，厚一点，直接上。所以这个啊，大家在画的时候就可以吸取一下这个问题，对吧？大胆的画啊！一开始同学说，我一开始把这本来我是想给它画全部画满，对不对？我这一块留了一个空白啊，留了一点到心的地方。我本来是想淡墨全画满，你看同学们有点害怕，有点惊讶啊，这地方画荷花怎么给涂上了？是不是？我又收了一下啊，手都画过去了，然后又收回来了。所以你就大胆的画就完事啊，使劲造，怎么造都好看。底下这个暗的地方再来一点赭石啊，太亮了这一块颜色。这下面啊，甚至可以用一点墨也可以。你看，包括这些地方啊，其实颜色啊有一点太亮了。如果想调整啊，蘸一点淡墨，太干净了这个颜色啊，不要让它那么干净。哎，颜色一衬呢，其实它这个金色更显现一些，对吧？有深色一衬了之后啊，这个金色其实更显，效果更好。所以就不要害怕了啊，尤其是这个花瓣，你看这里边。哦，我这个地方画错了，三片画一块儿去了，这个有点奇怪啊。好，差不多了啊，这一下就差不多了，可以了。泼点淡墨，是吧？泼嘛，泼啥不是泼呀？造它就完了，使劲造啊！哎，是不是？还是喜欢朦胧美啊，各种画风啊，尝试一下啊，喜欢哪个你就哪个多画一点，对吧？咱们各种手法、表现手法都接触啊，是有好处的，也是有好处的，对吧？所以感谢这位点菜的同学啊，点的非常不错。他不点这个，我估计这辈子画这玩意儿的可能性都不太大。好，效果我觉得还行啊，效果是出来了。然后可以用一点淡淡的这个蓝色啊，
留白还是有点多啊，咱们画面的留白有点多，那么它全都是一种，基本上全都盖住颜色了，对吧？全都有颜色。这种荷塘的氛围更浓烈一些啊。用这个淡淡的深绿色啊，把这烘托一下。好，好，那么这一张啊，基本上啊完成啊，破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破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啊，还原度还是可以的啊，还原度还行，70%吧。不断的调整嘛，就是啊，不断调整啊。我们再看看，看这个还没干，还拿不起来。哟，那两种风格啊，两种风格。这个太湿了，这个画这玩意儿特别费劲的。怎么还有这么多水呢？这个不能吹得太厉害啊，一吹这个都跑了。稍微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我再给它吹一下。把边上的水给它吸走。好，我再把它吹一下啊，把它吹一下，看看哪还有水。我给它吹一下，吹一下，我们再来继续。
好，我们继续来弄这张啊。这张呢，我感觉颜色略浅了一点啊，略浅了一点，再泼一次吧。这个就是经验不足啊，再泼它一次。本来可以一次泼成的，多调一点，这回。加一点这个颜色吧，感觉有点浅。三青加了一点钛青蓝。什么是龙花？龙花是啥？换个绿泼一泼。不用换绿啊，我先把这个泼好。上面还没太吹干，笔一走都没了。倒点1号液体，少倒一点啊，别倒多了。从边缘的地方再走一遍。外轮廓呢，可以稍微做一些改变啊，不一定非得沿着那条线，肯定是沿不下来的啊，肯定是没有办法和之前一模一样了。我说一下我的这个创作思路啊，我大概先泼成这样啊，荷叶先泼成这样，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如果是固定成现在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固定成现在这个状态，颜色能够，然后我会从这儿把这个荷叶啊稍微做一点这种分染，类似于我们上几个画的荷花那个荷叶一样。一条一条的啊，稍微会勾一下，勾完之后，然后把那一条里边两边稍微分染一下啊，然后把这些地方边缘的地方会再染一些残破的这种荷叶的感觉啊，染一点残破感。大概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最后形成的效果就是
有的地方呢，整体感觉啊特别的泼彩的感觉，对吧？但是又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比如像这样的边缘的地方啊，稍微做一点处理。那么现在已经有了荷叶的这种类似于残破的这种感觉了，对吧？哎，就是要这种浓墨重彩的感觉啊。你看这一次啊，这个效果呢，我是较为满意了，对吧？你看是不是？这一次这个感觉就好一些了，这种流淌的感觉，像不像荷叶上的一些肌理啊？回头稍微勾一勾，分染一下，把荷叶的这个叶片它的这种褶皱啊、凸起、凹进去的地方，稍微分染一下，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啊。稍微再用重一点的蓝色，比如用花青啊，重一点的蓝色啊，或者红色，用红色分染一下也行，漂亮。到时候给大家看成品，好吧？你看直播画完是不可能画完了，今天是画不完了，今天只能是说抛砖引玉一下啊，抛个砖引个玉，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对吧？做点提示。而且你看看这个明显就有了这种凸起来凹进去的这种感觉了啊，它用颜色的这个浓度啊形成这种坡度的感觉了，并且这边的好像是朝这边流淌的，这一次泼的比较成功啊，这回比较成功。那上面那个呢，暂时还不敢泼了啊，但是因为泼它动它这边也跟着动，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那么上面那个啊，可以画成一个反叶的，或如果说这个是反叶的话啊，上面呢就画成一个正叶啊，就用那个三绿色当成一个正叶也行，或者全部画成一个颜色啊，统一的全部画成一个颜色也行，都可以。直接整三绿吧，这还有，不整它浪费了啊。所以今天啊，几个重点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张大千的这种泼彩啊，生宣泼彩。一个是咱们1号液体的做法，1号液体的制作，又帮大家省不少钱啊。那瓶一号液体都老贵了呢，可千万别让别人知道了。1号没听到是不是？一凡同学勾课了吗？勾课了我就告诉你，没勾课我就不告诉你了。没有链接，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取了个外号叫1号液体。1号液体的制作方法在咱们1号课程链接里边啊。给大家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没有1号液体这个东西啊。好，我们再来。三绿，
这次有经验了吧？不能太少啊，要整就多整点儿。先用水把上方那一块刷湿啊，刷湿了。小乔丽丽，小乔茉莉，你先给老师点个粉丝牌，好吧？把小马甲穿上。先穿个小马甲，保暖啊。好，继续。倒入1号液体，你说没有1号液体吧？其实还真有，不要倒多了，是不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越学越坏。现在好，哎呦，倒错了，我应该倒这边啊！我到这边我没法往回倒了，我往回倒，我底下就跟着倒出去了，这一下坏了。拿毛笔引吧，整错了，整错了。所以画这个画很麻烦，你看到没有？它得一点一点的泼，还不能说很痛快的一起泼。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去那边，去那边。没整好，没整好啊。好，再来，上去。这个一号液体倒少了，效果没有底下的明显。不过好在它是上面的这一片叶子啊，那么回头我处理的时候给它处理的，它不是一片主要的叶子，对吧？我回头给它虚一点处理也行，把主次给它拉开也可以啊。或者这个时候呢，手指头弹一点1号液体进去啊，哎，有一点效果了，马上就有点效果了啊！弹了一点，马上有效果了，看到没有？是不是？啥是技法呀？技法都是随手就来，随手就整。好，那么这个还不错啊，目前这个形状还不错，中间这块让它露2眼也挺好，回头把它弄成这种残破的感觉啊，残破的感觉。那么这一块我再来补2笔。
哎，这个肌理也还可以啊，也还可以。下面的往上冲啊，上面的往下冲，你瞅瞅，这就是技术含量啊，这就要技术含量了，是吧？缩小点啊。下面的是往上冲的啊，上面的是往下冲，对吧？往下冲。好，这边也泼一点啊，这一块也泼一点，继续。你说这课就比较有意思了，对吧？目前咱们的课程呢，就无形当中有点升级的意思了，对吧？不是照本宣科了，也不是说是对着一张画就在那临啊，有点玩的意思了。好复杂，对吧？是，看过程会有一点啊。好画没有那么简单啊，好画没有简单的，简单的不好。哎，这块就可以了啊，这块少冲一点，你看，哎，这块这个效果就不错啊。有没有像这个浪啊，海浪翻卷过来？你看大海里边打了一个浪过来啊，那画个小人在这冲浪啊，在这儿应该画个小人在这儿倒着冲浪，是不是？一个浪花这么打上来。哎呦，这玩意儿就是脏啊！那泼彩不就是玩吗？那不是各种玩吗？心态一定要放好啊，就是玩的心态。好，那把上面这块啊，给它加重一点。刚才用的哪个颜料啊？刚才用的这个颜料是不是？好像是。这个是一时半会儿它是干不了了，这个已经，你要指望它干呢，很难了。所以我们把花也画啊，把这块儿。
好，这个坡呢，咱们就先坡到这儿啊，先坡到这儿。回头这儿加一个合杆啊，这个合杆呢，我准备倒着加啊，准备倒着加，和这个原作呢做一些区别，或者可以大胆的区别再大一点的啊。这个构图容我慢慢思考啊，我们就做一个更大的这种改变。现在这种构图，你看这个构图很奇怪，对不对？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圈儿啊，回头。下一节课啊，咱们下一节课继续接着画，还是我课下给它录完啊？课下我画好录完传到咱们课程里边也行。然后下一节课还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进行，好吧？这张啊画出来应该还不错啊，我已经有想法了，已经有初步的想法了。拜拜，各位晚安。